狄小姐贵为世子妃，与世子伉俪平身，奈何世子妃如今怀有身孕，今日便要从你们这些丫鬟中选出一人为世子暖房。都给我跪稳了！谁敢动一下，我就让这畜生钻进你们的衣领！够狠，够能忍，就你了。我如今怀着身孕，实在无心伺候。春桃，今晚你去给姑爷暖床。小姐诞下龙凤胎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，咱们小姐可真是好福气。大夫，我的病要紧吗？姑娘已有2月身孕，有了这个孩子，以后的日子就有盼头了。恭喜姑爷，贺喜姑爷，龙凤呈祥，大喜临门啊！奴婢有些话要与姑爷说。晚些吧。姑爷，救命！姑爷，你怎么能……夫人对我一片真心，我不能留下你，叫夫人伤心。我好恨。春桃，你是个有福气的。前世害我惨死，我竟重生回到了被送给姑爷之前。这福气，我可不敢再要了。一如既往的恶心。姑爷，好了好了，我的好夫人，这一世我不会再任你摆布。呸！哪个好人家的姑娘，衣服挺得都快撑开了，还有那身段模样，楼里头的小姐都没她那模样，这就不是个好的。小姐留着春桃这么个人做什么？不可胡言乱语。上一世我怎么就傻傻以为小姐是真的贤惠？夫人将我自小养在小姐身边，就是为了日后小姐有了身子，让姑爷开荤用的。可就在小姐生产前一天，大夫给我诊出2月身孕。我想着后半生就好好伺候姑爷跟小姐，将这个孩子养大成人，也算没白活。可他却对我痛下杀手。那种窒息的痛，我永生忍。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再过2日，姑爷就会将我拽入房中。可作为一个丫鬟，我的卖身契还在小姐身上，想要摆脱被挟持的命运，实在艰难。少夫人，镇国公打了胜仗，明日就会班师回朝。果真是父亲要回来了吗？镇国公是姑爷的父亲，如今不过30有2，他一直未曾娶妻，后院连个妻妾都没有，成了他的人，就不会再有人刁难我，哪怕是小姐姑爷
也不能越过国公爷去。快赏！谢过小姐。更何况姑爷并非他亲生，这一世我要直接爬上他父亲的床，摇身一变当姨娘。来了。何人？你放开！哪儿来的丫头，胆子不小，既存了心思，还装什么？现在知道怕了。我有些冷。你喝了酒，我也喝了桃花酿。哪来的桃花酿？偷的，小姐埋在后院的，我害怕就喝了。装得倒像。谁正然不可应对敷衍。死哪儿去了？小姐要起了！今日我早些回来陪你。夫君公务要紧。春桃，跟我去给父亲请安。父亲昨日饮了酒，你端着这碗醒神汤，小心些。是。端稳些，这可是御赐的碗，摔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贱蹄子，昨晚是不是又去勾引姑爷了？红叶，不得无礼，烫着了，忍一忍，父亲院里有药。少夫人来了。国公爷正问起您呢，快请进。是你，是你。父亲安好，听闻昨日父亲宴上多饮了几杯，儿媳炖了醒神汤。有心了。这丫头手怎么了？来的路上不小心烫了一下。春桃，还不谢国公爷关心。奴婢谢国公爷。徐管家，老奴在，带下去上药。姑娘是少夫人身边的。是。昨夜府中可有什么事？奴婢不知。药伤好了便回去吧。
国公爷要找的人。郝春桃，你家小姐也英语了，今夜就从了也罢。姑爷，您放开我，我已是国公爷的人了。你说什么？夫君，春桃这丫头白日里做了糊涂事，正被我罚着，怕是烧糊涂了，胡言乱语。正是，这蹄子白日竟敢去国公爷院前探头探脑，被赶了出来。奴婢亲眼看他臊得满脸通红，如今竟敢编出这等瞎话。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既以英语将他给我，为何白日又带他去见父亲？夫君莫听他胡诌，我今日是带他去给父亲请安奉汤。父亲瞧他还算伶俐，多问了2句罢了。他定是见父亲威严，心中生了妄念。小姐，求您与姑爷说句实话吧。您怜恋奴婢，不愿奴婢碍了您与姑爷的情分，才特意带奴婢去见国公爷。奴婢已是国公爷的人了，求小姐看在主仆一场，给奴婢一条生路吧。你这丫头真是疯了！夫人待我可真是体贴入微啊。来人，把这满口谎言的贱婢绑了，先关进柴房。且慢！老奴见过公子、少夫人。徐管家，何事？回少爷的话，国公爷命老奴来请春桃姑娘过去一趟。父亲要见他？正是，国公爷吩咐，即刻便去。春桃姑娘，请吧。夫人，我们得好好谈谈。说说，怎么回事？奴婢昨夜唐突了国公爷，罪该万死。今日姑爷欲收用奴婢情急之下才抬出国公爷名号，求国公爷恕罪。你怎知我会认？奴婢不知，奴婢只是不甘心。不甘心什么？不甘心像件物事一样被主家随意赠来送去。小姐明知姑爷有意，却偏要将奴婢送去国公爷眼前，不过是想借国公爷之手处置奴婢，全了他的贤名，绝了姑爷的心思。奴婢不想如他们所愿。他说的回爷的话，老奴打听过。白日少夫人带春城袍姑娘来送醒神汤时，手上确有烫伤，说是路上不稳所致。另据江洗房的下人说，今晨手洗的衣物里确有爷院里厢房的床单。你倒有几分孤勇。徐管家，奴才在。在偏祥收拾间屋子出来，让他住进去，拨2个稳妥的丫鬟伺候。是。既已说了是我的人，便留在我院里，往后安分守己。若再有不轨之举，奴婢不敢。谢公叔爷恩典。姑娘，父亲亲自开口要了人，此事已成定局。那丫头，你以后莫要再去招惹。夫君这是怪我？怪你什么？怪你贤惠大度，急着把我的屋里人往父亲院里送。我那是为了谁？还不是怕你落个贪恋美色、不敬尊长的名声。谁知那贱婢如此狡诈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只是父亲此举，着实令我难堪。你既如此贤惠，我院里也不能无人伺候。红叶跟了你多年，稳重懂事，就开了脸，抬做姨娘吧。谢公子，谢小姐恩典。姑娘，早膳备好了。
国公爷，昨夜可回来了？爷昨夜在书房歇的，徐管家说爷军务繁忙，常常如此。小竹，院里可有小厨房？有的，就在后头，只是爷不常在后院用膳，很少开火。带我去看看。是。姑娘，您这是要做菜，这些粗活让厨娘做就好。以前在小姐院里，小姐胃口不佳时，我便常给她做些家乡小食。国公爷常年戍边，想必吃惯了北地的味道。春桃姑娘，这是……徐管家，我做了些吃食，想请国公爷尝尝，不知国公爷是否得空？爷正在处理公文，姑娘稍等，老奴进去通传一声。爷让你进去。国公爷，奴婢做了道炙子羊肉，配了糊饼，您要不要用一些？你怎会做这个？听府里老兵提过做法，奴婢胡乱做的，不知合您的口味。味道很正，和我在陇西吃过的几乎一样。国公爷喜欢就好。坐。站着怎么一起吃？姑娘，徐管家方才来说，爷今晚回后院用膳，点名要您准备几道清爽小菜，还说要那道炙子羊肉。坐下，一起吃。汤很好。谢国公爷夸奖，奴婢见您近日似有咳声，鱼汤润肺。明日我要去京郊大营几日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回来时再煮这个汤。是。公子，小姐，请用安神茶。公子，茶温正好。小姐，您的茶。滚出去！谁要你献殷勤？婉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红叶如今是姨娘，不是你随意打骂的丫头了。夫君如今眼里只有她了，是不是？连我管教个下人都要拦着。她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端杯茶。倒是你，自从春桃那事之后，整日阴阳怪气，哪有半点当家主母的气度？我没气度。若不是我当初太过在意你，何至于把他推到父亲面前，闹出这等笑话，让你我离心？现在倒成我的不是了。当初是谁口口声声为我名声着想？林婉晴，你那些心思真当我一概不知吗？你不过是怕春桃得了我的宠，压过你去。
手烫伤了。走吧，我房里还有药膏。我堂堂正室夫人，竟落得如此地步。红叶姨娘如今管着针线房和一部分采买，地下人见她得宠，颇有巴结。公子这几日都歇在她屋里。小姐，快喝口水。小姐，您可要保重身子。您才是正头夫人，又有孕在身，只要生下小公子，任谁也越不过您去。眼下且让他得意几日，来日方长。嬷嬷，我心口堵得慌，我为他谋划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他却如此待我。还有春桃那个贱人。小姐，那一位如今在国公爷院里，咱们动不得，但日子还长，总有机会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平安诞下嫡孙。听说了吗？国公爷院里的春桃姑娘，如今很得国公爷看重呢，常在小厨房亲自为爷做诗食。可不是，那天我送柴火过去，正碰上徐管家，说爷夸他手艺好，有家乡味儿。这造化！姨娘，没事，我们进去。公子累了吗？妾身给您炖了冰糖雪梨。公子可是烦心公务，还是在想姐姐？做好你分内的事，少打听。是，妾身知错了。下去吧。我的儿，娘一定会为你扫清所有障碍，所有。怎么了？许是昨夜没睡稳，有些头晕。徐管家，是国公爷。去请王大夫来。国公爷，不必麻烦，奴婢歇歇就好。让大夫看看。恭喜国公爷，春桃姑娘这是喜脉，已近2月，脉象平稳有力。恭喜爷，恭喜姑娘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恭喜姑娘！有劳王大夫。徐管家，看赏，送大夫出去。再吩咐下去，院里一切用度按最好的来，挑2个有经验的嬷嬷过来伺候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国公爷，奴婢既是我的骨血，便好好生下来。今日召众人前来，是有一事宣布：春桃已怀有身孕，从今日起抬为姨娘，入住听雪轩，衣色用度按府中姨娘的分例再加3成，好生伺候。若有怠慢，严惩不贷。恭喜父亲，恭喜春桃妹妹。谢国公爷恩典，谢公子、少夫人。都散了吧，徐管家安排妥当。是。可还习惯？这里很好，谢国公爷。坐下。既有了身子，以后这些虚礼能省则省。怕什么？怕护不住他。在府里，没人能动你和孩子。小姐，都安排妥了，那药性子急缓，
混在这安神香料里，无色无味，连番使用会令人心神渐弱，体虚血亏，于生产时最是凶险。他那边快足月了吧？是，估摸着就这2月，咱们这边也快了。我的孩子必须是国公府长孙，也必须是他父亲唯一的嫡子。去，以我的名义把这盒上好的安神香给听雪轩送去，就说祝妹妹生产顺利，母子平安。姨娘，您这几日气色总不大好，夜里也睡不安稳，要不再请大夫来看看？许是冬日气闷，胎动也频繁些，无妨的。少夫人送的那安神香点了，夜里似乎好些。姨娘，爷不放心，让大夫再来请个平安脉。姨娘近日可有何不适？用了什么特别之物？只是乏力、心悸，睡不安稳，饮食照旧，用了些少夫人送的安神香。这香料似乎有些不对，可否将剩余的香料给老夫一罐？此香中混有损人心脉的阴寒之物，长久吸入必致气血双亏，体虚力弱。姨娘就临近产期，若再用下去，生产时恐有血崩之险。快把这香收好，速去禀报国公爷。林氏，你有何话说？父亲要我说什么？说我嫉妒，说我恨，是我恨。我堂堂正气，夫君不爱妾室丫头，连一个爬床的贱婢都能怀上国公爷的孩子，而我腹中的嫡孙却要被一根梳子压上一头，我不甘心！毒妇，你竟敢谋害父亲子嗣！我的夫君，你此刻倒想起维护父亲了。若非你薄情，我何至于此？国公爷，不好了，楚姨娘受了惊吓刺激，提前发动了，情况不太好。将林氏禁足院中，无我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一应事宜，待生产后再行处置。姨娘，用力啊，再使把劲儿！爷，夜里风大，您进屋等吧。姨娘没力气了，出血也多。春桃，撑住！恭喜国姑爷，是为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爷，小公子虽早产，但王大夫仔细瞧过，说根骨无碍，好生将养便是。姨娘是伤了元气，需长期调理。用最好的药，府库里的老参和胶都可取。是，还有一事，少夫人昨夜受惊，也提前发动了，天快亮时生了一位小姐。知道了，按例赏赐，孩子好生照顾。林氏禁足照旧，非死不得出。国公爷到。父亲，恭喜父亲又添灵儿，晚晴她诞下一女。你既为人父，当更稳重，府中事务多上些心。父亲，儿子定当尽心竭力，只是儿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父亲，儿子是您唯一的嫡子，可如今府中有了弟弟，外界难免有些闲言碎语，质疑儿子这世子之位。儿子心中实在惶恐，求父亲给儿子一颗定心丸。你是在质问为父，还是在质疑陛下旨意？儿子不敢，儿子只是怕弟弟年幼，将来若有人借此生事，挑拨我们父子兄弟之情。赵恒，你听着，你的世子之位是陛下念在你祖父与为父之功，亲赐于你。只要你不行差踏错，无人能动。但你若心思不正，自乱阵脚，便是谁也保不住你。你滚！我不想见你！我的女儿呢？把我的幼儿园还给我！你自身难保，如何照顾孩子？育儿自有乳母嬷嬷照看，无需你操心。那是我的女儿，你把她放来！我要见她！赵恒，我恨你！我恨你们所有人！赵恒！公子，您少喝些，伤身。你说，父亲是不是早就想废了我？
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那个还在吃奶的娃娃？公子您多心了，您是名正言顺的世子，小公子再得宠也只是庶子，怎能与您相比？庶子，若是没有这个庶子就好了，若是没有。公子，春桃，不，如今该叫姨娘了。好福气啊，一举得男。托国公爷的福。你说，若我那弟弟不小心夭折了，父亲会不会很伤心？会不会又只剩下我一个儿子了？公子慎言，此话若让国公爷听见，听见又如何？我是他唯一的嫡子，他还能杀了我不成？都是你，还有林婉晴那个毒妇，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！公子，国公爷请您去书房一趟。明日满月宴简单操办，只请几位老亲族，你的身子可撑得住？谢国公爷关心，奴婢好多了。孩子取名了吗？等国公爷赐名，就叫子安吧，荣子安，唯愿他一生平安顺遂。子安，荣子安，好名字，谢国公爷赐名。娘的小子安，一定要平安长大。小姐，你要撑住啊！小姐还需要您啊！月儿，我的月儿，抱来，让我看一眼。奉国公爷命，为少夫人诊病。令少夫人病体难支，恐无力照料小姐。国公爷有令，将小姐荣月暂时交由春姨娘抚养，直至少夫人痊愈。不行，我的女儿不能给那个贱人！荣素，你好狠的心！姨娘，这是月小姐。国公爷的意思，请您暂时抚养，一封用度皆按小姐份例，另有添补。爷说您心细，且有哺育子安的经验。春桃看着那小小一团，心情复杂，但触及婴儿纯净的睡颜，终是叹了口气。我定会尽力。姨娘，您对月小姐真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您亲生的呢。大人造的孽与孩子何干？她寄到了我身边，便是缘分。只盼她别像她母亲。我们子安是哥哥了，是不是？以后要和妹妹好好的。忧思成疾，郁结于心，已入肺腑，药石罔效，早做准备吧。月儿，小姐，月小姐在春姨娘那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她定会是个好母亲，比我好。春桃，我输了，输得彻底。小姐。小姐啊！回姨娘，林氏姑娘今夜去了。林氏病故，按例操办后事，荣佑既已记在你名下，便继续抚养。她还这么小。你心软，
只是觉得孩子可怜，婢女出身也好，罪妇之女也罢，都是命不由己。父亲，儿子知错了。晚晴一去，儿子方知家宅安宁之重，从前种种，皆是儿子糊涂，被私心蒙蔽，迁怒春姨娘与幼弟，求父亲责罚。既知错，便好好做你的世子，教养玉儿。儿子想设一席家宴，一为告慰晚晴在天之灵，二为向春姨娘赔罪，三则让子安与玉儿兄妹亲近，求父亲成全，你看着办吧。国公爷，这家宴，妾身心中不安。不想去便不去。公子亲自相邀，又是赔罪宴，不去反显局促。只是月儿和子安还小，孩子留在院里，多派人手，明日跟紧我。父亲，春姨娘，文轩以此酒赔罪，过往冒犯，还请海涵。说起来，许久没见子安弟弟，近来身子可还康健？儿子再敬父亲一杯，谢父亲多年栽培。父亲，您既看重那庶子胜过我这嫡子，这世子之位，不如让儿子自己来拿。拿命来！春桃！伤及肺脉，失血过多，能否撑过今夜，全看造化。若能醒，便有转机。谁要你当？国公爷，您没事吧？别说话。有些话再不说，怕没机会了。妾身这一生，最初爬床是为活命，后来留下是为孩子。可不知何时起，看着您便觉得安心。党那一件是妾身心甘情愿，不是报恩，是舍不得。王大夫，他死了是不是？活该！你勾结的江湖人，已招出3年前北境军械案，刺杀朝廷命官，私通敌国，罪证确凿。国公爷大义灭亲，下官敬佩。此案涉及军国大事，陛下震怒，世子判斩立决，家产充公。其女荣月因年幼，且已过继，不予怜享。有劳。月儿和子安都好，赵恒已认。那一件，日后不必再当。你在，子安和月儿才有母亲，我也需要你。开春后，我奏请陛下为你请封诰命。我的女人，不该只是姨娘。得见名利，行端表正。空谷传声，虚堂习听，或因恶讥，福缘善庆。我背的对吗？尚可，明日开始学《论语》。父亲，妹妹昨日又偷吃我的糖糕。你是兄长，知道了。
我让着他。不过我能再要一块吗？娘，这竹子怎么总锈歪？手腕放松，针房要匀。月儿，昨日女发子讲的女戒可记住了？记住了，但我觉得里面有些话不对。娘，父亲答应秋后教我骑马射箭。先背完书，你父亲最重文武兼修。知道了，妹妹，给你街市买的新花绳。子安今日问我，为何他的生辰比月儿晚，却是哥哥？你怎么答？我说兄妹不在早晚，在担当。他似懂虽懂，这孩子近来总爱往军营跑。13了，该见见世面。会不会太早？刀剑无眼。我的儿子不是温室花草。夫人，国公爷北击御府，胸中中箭，已昏迷3日。抬去正房，徐管家，请王太医。不，把城里最好的大夫都请来。箭伤及肺，淤血内滞，若能熬过今夜，或有转机。娘，父亲会醒的，对不对？你父亲是顶天立地的大将军，绝不会倒在这里。母亲，是谁？现在不是查这个的时候。子安，你是长子，府里不能乱。您放心，父亲想来前，这个家，儿子和您一起守。荣素，你说过需要我活着，我也需要你活着。子安长大了，能扛事了，月儿的女红已超过我。你答应过要看着他们说亲成家。23年了，从爬床一拳到诰命夫人，这一路你得陪我走完。箭毒虽轻，但肺脉受损，往后恐畏寒咳喘，不宜再赴北境。还能提刀否？日常无碍，但久战……知道了。能活着回来已是万幸。朝中这几日可有事？徐管家说，李阁老门生连上3折，言武将9伤，该退则退。他惦记兵部侍郎的缺，不是1日2日了。你养好身子最要紧。朝堂的事，妾身虽不懂，但知道一个理：刀在鞘里时，旁人才最忌惮。让徐管家来。李阁老庶女李玉瑶，上月及笄，其生母原姓陈，曾是废妃陈氏的贴身侍女。陈氏，13年前因巫蛊案被赐死的陈贵妃。正是。陈氏死后，此侍女放出宫，不久被李阁老纳为妾，生下李玉瑶便病故。赵恒当年可曾与陈家有过牵扯？您这一提，是此。不，赵恒生母的堂姐却嫁入陈家旁支。派人盯住这位李小姐，特别是她若接近子安。母亲，父亲今日气色好些了。你近日可结识新友？前日诗会倒有为李小姐搭话，问些北京风物。哦，哪家李小姐？说是阁老府的，排行第3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挺知礼。知礼便好，只是你父亲正病着，外人多问军中事，不妥。儿子明白了，下次不再多言。夫人，听闻今日贤妃娘娘的侄女郑小姐也来，她最是挑剔。挑剔什么？挑剔出身。去年刘侍郎的继室因是商贾之女，被她当众讽得哭了。红叶姐姐生前
可教过你一句话：奴婢不知。刀子刺来时，别捂伤口，要抓住对方的手腕。荣夫人这身云锦倒是稀罕，江南今年的贡品吧。听闻陛下赏了荣国公10匹，果然疼惜老臣。郑小姐好眼力，不过这匹是皇后娘娘所赐，倒是荣夫人照料病夫辛劳特赏，妾身惶恐，今日特穿来谢恩。荣夫人笑替。是啊，荣国公为国负伤，夫人在侧衣不解带，京城谁不交道？夫人们过誉，妾身只是尽本分罢了。就像郑小姐方才关心贡品规制，亦是谨守本分。夫人真厉害，那张夫人、王夫人后来还邀您日后赏花呢。他们不是邀我，是邀荣国公夫人这个位置。里阁老公事急，有人观望，有人想压住。今日我若怯了，明日荣家门庭便冷3分。那咱们接下来等什么？等那位李小姐自己动。小姐，荣公子那边递了信，说明日护国寺上香。知道了，老爷让您务必亲近些。荣国公虽病，余威祥在，若能联姻，父亲眼里，我永远是把刀。小姐，不过这次我倒想见见那位荣夫人。荣公子安好。那日诗会，闻公子谈北境风光，心向往之，故冒昧再问：北地胡寒，将士何以坚守？因身后便是家园。公子志存高远，小女子有一物相赠。此符原是家母遗物，据说是高僧开光，愿赠公子，祈荣国公早日康复。这太贵重。家母临终前让我务必找到你，将这个交给你。李小姐生母的旧物中，确有一批陈贵妃宫中之物，其中有枚双鱼玉佩，与当年巫蛊案证物图样相似。图样拿来。这玉佩当年该随陈妃殉葬才对。是。但李府密匣中确有实物，李小姐似不知情，只当寻常遗物。继续盯，特别是她可曾打听荣文轩旧事？有。前日他贴身丫鬟暗访西街老仆，问的正是世子荣文轩少时往来。备车，我要去趟庄子上，见一位故人。夫人竟能找到老奴，嬷嬷请起。红叶姐姐生前说，若遇陈年公案疑云，可来问您。红叶那丫头，可惜了。夫人想问什么？此物当年真随贵妃殉葬了吗？这是仿品，真品轩玉双鱼眼，该有一点朱砂沁。贵妃贴身戴了10年，错不了。仿品如今在谁手中？当年殉葬秦丹，是淑妃娘娘宫中大太监经手的。若仿品流出，夫人该问问淑妃。听说李小姐赠你一枚护身符。是，儿子正想禀明母亲，此物有些旧了。确实旧了，不过既是李小姐心意，你便带着。母亲不疑她有所图？她有所图才好。明日你约她去游湖，将此符不慎落水。儿子懂了，看她反应。记住，要当着她面捞，捞不少。快捞上来！罢了，旧物而已。不行，
重赏，务必寻到。好。李小姐似乎很在意此物，毕竟是家母遗物，若因我之赠而遗失，于心不安。怎会捞不到？小姐，水深。罢了，许是天意。荣公子，抱歉扫了兴。无妨，倒是李某，改日当陪小姐一见心礼。公子客气。按您吩咐，船夫下水时已调包，甄夫在此。果然，拿给王玉一验。此乃缠绵散之饮，单独无害，但若遇茉莉香膏，则成慢性毒药，3月损人心脉，形似痨病。好精巧的手段，可能查出源头。此饮仅南疆3州产出，京城唯有百草堂有售。上月确有人购此药饮，说是配驱虫香，是个丫鬟模样，附的是李府内造的银瓜子。账本这一页，我买了。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或者我让京兆府来查查你私售南疆禁药。夫人请便。夫人，接下来去郑国公府。不是回府吗？郑夫人最疼的孙子，去年死于疾老，而郑家与李阁老有宿怨。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另有一事，夫人可知陈贵妃巫蛊案？你想说什么？李小姐生母是陈贵妃贴身侍女，而这药用法与当年陈贵妃暗害惠妃的手段如出一辙。好一个李家，害我孙儿不够，还想用旧案手段搅弄风云。妾身只求自保，若夫人愿下注，3日后皇后寿宴，你且看我如何替你讨这个公道。皇后娘娘，老身有一事憋了整年，今日想讨个恩典。夫人请讲。我那孙儿去的冤啊！什么疾劳，是被人用了南疆毒饮。夫人可有证据？百草堂掌柜已招供，购药引的丫鬟用的是李府银瓜子。臣女冤枉，这是有人陷害。陷害？那李小姐可否解释，你赠荣公子的护身符中为何藏有同样药鼎？荣夫人好手段，借郑国公府这把刀。娘娘说什么？妾身听不懂，只是偶然发现李小姐那枚仿制双鱼玉佩，与当年淑妃娘娘宫中流出的那批，似是一窑所出。娘娘放心，真玉佩在妾身这儿烧了，只是烧之前踏了印。你想怎样？妾身只想安稳度日。但若有人再伸爪子，那拓印或许就会出现在督察院。奉陛下口谕，李阁老治家不严，纵女行阴私之事，着闭门思过3月。李玉罗送入静心庵清修，无诏不得出。荣夫人，臣妇在。你献药引证据有功，赏玉如意1对，令即日起准你每月入宫陪本宫说话。谢娘娘恩典。夫人，今日太痛快了，你看李阁老那脸色。还没完，淑妃不会罢休，而且陛下只罚李家，未提淑妃半句。您是说？陛下在保淑妃，这场戏才刚开场。
今日宫宴的事我听说了，你做得很好。老爷不怪我擅作主张。李家是冲我来的，若你不出手，他们下一步就是往荣家军里安插人手。老爷，妾身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陛下今日保淑妃，不是念旧情，是在权衡。哦，三皇子见长，五皇子示弱，淑妃若倒，三皇子必受影响。陛下还想再看几年？你从何处看出的？今日罚李阁老用的是治家不严，不是教女行凶，避重就轻，就是给淑妃留余地。那你觉得荣家该如何？两条路，一是彻底倒向三皇子，换他庇护；第二条，谁都不靠，让陛下看到荣家只忠君，不党争。夫人，您真觉得老爷会听您的？他听不听我都得说。这个家现在像条船，我掌舵就得看清风向。那咱们下一步，明日开始闭门谢客，就说老爷病重，我要试病。啊，那才赢了一局就躲？这不是躲，是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荣家现在没心思站队，只想保命。荣家突然闭门，连咱们的探病礼都退了回来。荣素是真病还是装病？太医说箭毒入肺，确实难愈，但那位荣夫人不简单。今日宫宴，她一句话没说，却借郑国公府扳倒了李家。这种女人，若不能为我所用，殿下的意思是想办法让她欠我人情，比如帮她查查当年军械案的真相。夫人，当年那批军械，末将越想越不对。赵叔慢慢说。昨日收拾旧营帐，翻出一本破损的入库册子，上面记着出事前3个月，有人调换过箭头。何人调的？签字模糊，但印制像是兵部武库司的章。武库司当年主事的是谁？是陈侍郎，不过3年前已病故。他病故前可曾与什么人来往密切？似乎常去城西的如意茶楼听戏。陈侍郎啊，每巡3都来，固定坐2楼雅间听雨轩。可曾见什么人同来？有次送茶，见他和个工人打扮的说话。那人虽穿常服，但腰上挂的出入牌是宫里才有的紫檀木。可能看出是哪个宫的？牌子上有个书字。夫人，这线索太要命了，淑妃和军械案有关。那当年大公子赵恒怕是被人当刀使了。那咱们报官？报给谁？京兆尹敢查淑妃，督察院里有多少三皇子的人？那怎么办？等一个能把这天捅破的机会。果然是他！老爷早有所料。赵恒临死前说过一句：“儿子对不起荣家，但身不由己。”如今看来，他真可能被人拿住了把柄。什么把柄？他生母曾收过陈家的礼。母亲，让我去查。赵叔说茶楼掌柜还认得那工人长相，我画像去问。然后呢？打草惊蛇，让淑妃知道我们在查。难道就任由真相埋没？你要的真相，可能赔上整个荣家。可父亲半生心血，大哥一条命，就这么算了？正因不能算，才要谋定后动。你当淑妃是李家小姐，任你拿捏。少爷，别怪夫人，她这几夜都没睡好，一直在写画画。画什么？像是京城各府的姻亲图。昨儿还问奴婢，五皇子的侧妃是谁家女儿？五皇子？夫人说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，三皇子有淑妃，那咱们就看看
别的篮子。你想搅浑水？淑妃最大的依仗是三皇子，若三皇子有了对手呢？五皇子生母卑微，不成气候。正因卑微，才急需助力。若此时有人推一把，你想服五皇子？不服，只是让三皇子知道荣家能查到他母妃的把柄，也能查到别人的。淑妃，你勾结外戚，损我三军性命，更祸乱皇室子嗣，朕容不得你！荣清，你荣家受委屈了，朕准你所请，册封陈氏春桃为一品镇国夫人，子安立为荣家世子，承袭国公位。桃儿，这辈子辛苦你了。有爷在，不辛苦。